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狗仔拆 CP 拆到博君一笑，路人3年热度还没蹭够。这几年狗仔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称职了，过去的几年卓伟的丰功伟绩可以说是让大家吃瓜吃到撑，每一次的爆料都足够劲爆，而且能够戳中大家意想不到的点。自从卓伟隐退之后，似乎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精神。如今的爆料变得越来越离谱，不仅要提前预告，最后的爆料也不会掀起太大的水花，让大家总是空欢喜一场。最近狗仔爆料的形式更加清奇了，直接在直播的过程中拆大家的 CP， 在无图无真相的情况下告诉大家哪些 CP 是假的。看到如今爆料的形式，网友们都忍不住笑了，甚至很多磕 CP 的粉丝都觉得很离谱，因为对于一些理智的磕 CP 的粉丝来说，他们磕 CP 更注重的是一种感觉，并非是真的会觉得艺人私下是在一起的。或许有一些磕 CP 比较上头的粉丝，但是他们也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也并不希望有人会戳穿真相，因为目前很多主演们的营业模式就是这样的。磕 CP 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大家也都只是为了消遣。这一次狗仔又提到了包括时代少年团、皇权富贵、博君一笑。其实对于大部分的网友来说，大家都是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的。这一次狗仔的行为明显是在蹭热度，尤其是提到博君一笑之后，评论区中很多粉丝都对此展开了讨论。王一博和肖战合作的作品已经是多年前播出的，当时二人通过这部作品都很圈粉，而且一直到现在两人发展的都非常稳定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两人的互动还是比较频繁的，无论是线上还是一起合体参加一些节目。如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二人早已经开始避嫌，线上也不会互动，之后也几乎没有2次合作的机会。所以看到狗仔再次提到博君一笑之后，网友们都觉得很气愤。虽然两人的合作已经过去很多年，但是热度绝对是有的。狗仔会再次重提，无非就是想要蹭热度，吸引大家的关注。对于很多磕 CP 的粉丝来说，这已经成为了他们一个小众的爱好，大家只是希望能够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，一起磕 CP， 并不是要求让大众接受，让所有人都认可。所以看到狗仔把博君一笑再次搬到公众面前，大家都会觉得很气愤。无论是王一博还是肖战，两人3年前的这次合作，确实是双方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。他们能够有今天的成就，也离不开这一次合作的加持。虽然两人的互动越来越少，但是他们都在各自的发展方向上努力坚持着。而且他们并非是昙花一现，热度和流量支撑到现在，目前也都在努力的转型中。其实现在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，圈内的艺人都会有很多合作对象，任何艺人都不应该停留在一次合作上，向前看才是最主要的，不断突破自己，给大众塑造出更多经典的角色。因为定位是如此精确，所以人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值得肯定。一方面受到最大的关注，然后才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。王一博虽然长相非常全面，但是却是相当的专注。王一博有效地促进了街舞音乐。从当下看，影视作品中流行题材占主导地位，显然在娱乐圈里有一种当兵的节奏，这和他冷静的态度是一致的。他的扩张策略一清二楚，所有的综艺节目都在他似乎是他个人的最爱之一。他产生的流量被广泛认为是过去几年最重要的现象。此外，它的商业价值正在上升，主流市场对其给予了更高的溢价。考虑到这一点，我们想指出，上游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完全处于圈外的状态。诚然，王一博通过对流量和作品的把握，做到了这一点。第5位置的个人王朱娜取得了健康的发展水平，这种修辞有些不足。由于3个小孩的成长，他的表现已提高到令人满意的水平。3个人之间需要有明显的区别。
除此之外，他的发展之路与的发展之路有些媲美。他在网上发布的唯一一部国庆档案《万里行》并没有特别出众，但是他在网上发布的作品的总体质量非常好。让我们看一下这次的第一层。最后，重点不仅仅是兄弟情谊，而是在 Unique 王一博的存在上。你对第一层有什么看法？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它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娱乐目的而捆绑的销售。首先，在演艺界，1990年代出生的男明星们精心谋划了自己的事业，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其他3位艺人的成长潜力在一线都不能放过，除了有流量大神之称的肖战和未来要成为演员的朱一龙。低估。由于 Z 世代代表的这3名成员实际上是交通和工程背后的动力，所以同时王一博的进展与其他2个的进展不同，他选择的道路具有自己的某些区别特征。除了无所不包的发展外，他还在寻找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。每个人都知道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一博已经从偶像过渡到演员。他接手的综艺节目都符合他的性格，走的路线是红色的方向。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，大银幕是他最集中精力的地方，而他在电视行业的工作相对较少。因为定位是如此精确，所以人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值得肯定。一方面受到最大的关注，然后才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。王一博虽然长相非常全面，但是却是相当的专注。王一博有效地促进了街舞音乐。从当下看，影视作品中流行题材占主导地位，显然在娱乐圈里有一种当兵的节奏，这和他冷静的态度是一致的。他的扩张策略一清二楚，所有的综艺节目都在他似乎是他个人的最爱之一。他产生的流量被广泛认为是过去几年最重要的现象。此外，它的商业价值正在上升，主流市场对其给予了更高的溢价。考虑到这一点，我们想指出，上游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完全处于圈外的状态。诚然，王一博通过对流量和作品的把握，做到了这一点。